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夏锦墨是娇娇女，是作精。自从父母去世后，她就一直跟着小姨生活。可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却甩开小姨安排的结婚对象，反而痴心要嫁给一个渣男。本来也没什么，就算当一个舔狗，不被抛弃，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只可惜夏锦墨身边的闺蜜在偷摸的交往中，竟抢走了渣男张怀年，还找来坏人在路上堵着夏锦墨，想要将她彻底毁掉。夏锦墨被坏人打晕，拽进破屋里，眼看就要对她轻薄。这时一个帅气男人出现，在危急时刻救下她。再醒来时，她就不是夏锦墨了。几天后的清晨，阴雨绵绵。夏锦墨醒来时，望着陌生的环境，以及身边一脸关切，而自己却毫无所知的女人，她谨慎地问：“我是谁？我这是在哪？”“默默，我是小姨，医生说你短暂失忆了，原来是真的。”小姨。夏锦墨的脑海里浮现许多不属于的记忆，虽然短瞬即逝，也让他终于弄明白，自己这是穿越了，而且还是来到了80年代。他眼泪汪汪地扑进小姨怀里，抽泣地说：“小姨，我终于醒了，以后再不会犯傻。既然老天让他来到这里，代替原主活下去，那自己就该做一些事来惩罚那些伤害过原主的人。默默，听说你病了，小鹿来看你，要不我让他改天再来。”知道外甥女不喜欢陆一婷，这才刚醒来，怕刺激到她，所以想着让他们改天再见。小姨，我去见见她。夏锦墨不知为何，本能地想见陆一婷。当他走到院子，看着站在面前的男人，小麦色帅气的俊脸，挺拔的身材，以及淡定稳重的气质，让他一眼就看呆了。“夏锦墨，你还好吗？”他声音低缓地问。他点头：“我挺好的。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知道你一直昏迷，我就想来看看你，现在看你很好，那我先走了。”陆一婷转身想走，却被他扯住衣角。“陆一婷，你要不要娶我？你是认真的？”他一脸惊讶地问。他眼眶微红的点头，若自己没记错的话，眼前男人当过兵，有着正式的工作，而且帅气稳重，是最适合自己的男人。更重要的是，陆一婷救过自己，嫁给他自己不亏。可你喜欢张怀年，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你别误会，不是找你当接盘侠，我身心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而且还是医学院的学生。那你愿意吗？”陆一婷微顿几秒，才点头：“我听你的。”“那好，今中午在家吃饭，我们商议结婚的事。”“好。”1周后，夏锦墨和陆一婷领了结婚证，两人算是闪婚，连婚房都没准备，彼此还是各住各的，就让小姨有些着急了。“默默，你表哥在城里上班，你的那个房子可以给你表哥住吗？”“形式行。”“那我住哪里？”他在思考着是否去住校，就听小姨说：“默默，你跟小鹿已经结婚，不如你搬去他家住。”“那我问问他。”问过之后，陆一婷骑车来接他，去镇上的房子住了。他站在小院前，望着干净整洁的院子，竟有些期待了。“陆一婷，谢谢你收留我，那我住哪个房间？”一提到这里，陆一婷脸颊一红，
但还是指了指客厅旁边的卧室，这是主卧，里面我都收拾好了。你要是还缺东西，我现在去给你买。陆亦婷，我饿了，那我去做饭。陆亦婷曾经当过半年的炊事兵，所以炒菜做饭十分娴熟。不仅如此，在吃午饭时，她还特意包的水饺，俗语称水饺就菜越吃越有。而夏锦墨酷爱吃水饺，不多会儿就被他吃完一盘饺子，心满意足的一笑，真好吃。你喜欢吃，我以后经常给你包饺子。他脸颊又红了。望着纯情的男人，夏锦墨竟主动地凑近，笑盈盈地盯着他说：陆亦婷，你比张怀年好千倍万倍，以后我会对你好的。他点头，看不出兴奋来，但眼神里的柔情让夏锦墨相当满意。虽然是闪婚，但他心里确定一定能跟陆亦婷相处融洽的，因为帅气又厨艺好的男人是他择偶的目标。在现代的时候，22岁他就肺癌去世，现在竟能遇到真命天子，这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原主还真是命好。只可惜因渣男背叛就失去生的信念，那就让自己替他活一次，不管未来如何，最起码现在是快乐的，那就够了。听说你还有半年才毕业。明天就要去学校，陆亦婷，你能送我过去吗？一个暑假没见同学，我都有些紧张了。我明天送你，放学也可以接你回家。夏锦墨感动的一笑，我正不好意思开口，谢谢你，陆亦婷。我们是夫妻，这是我该做的。从今晚开始，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没有甜言蜜语，但生活却是惬意的。总会看着他在厨房忙碌，夏锦墨一颗心都变得柔软了。陆亦婷，我敬你一杯。他端起水杯，以水代酒的敬他。陆亦婷笑着为自己倒一杯白酒，微抿一口，才笑着说：你大学毕业，这是送你的礼物。他将礼物递过去，是自己精挑细选的，虽不是名贵的手表，但却是很有新意。我很喜欢。说完，他将自己准备的礼物也递到他手心，两人还真是心有灵犀，就连送的礼物也是一样。在收到手表后，陆亦婷感动的心颤一下，深邃的眼睛紧紧盯着他。默默，你对我真好。这话应该是我说，我上学这半年，你风雨无阻地接送我，这礼物我还觉得太轻呢。陆亦婷，等我工作了，有了自己的工资，一定送你更好的礼物。他正要端水杯，却不巧碰到他手背，温热的触感让夏锦墨脸颊一红。而此时陆亦婷递给他一杯水，才说：我自作主张，帮你在厂里找一份工作，只是护士，不知是否愿意。我愿意。他迎上他的眸子，欣喜的又说：陆亦婷，我很庆幸遇到你，总是这么周到的照顾我。望着他娇美动人的模样，陆亦婷想要亲他，却是最后忍住了。我去倒垃圾，我陪你一起。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院子，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陆亦婷贴心地将自己外套脱给他，却被夏锦墨踮起脚尖，再薄唇亲一下。刚才是我脚滑了。嗨嗨，外面太冷，我自己去丢垃圾，你赶紧回屋吧。那我在客厅等你。陆亦婷看他一眼，好。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夏锦墨才收回视线，毫不夸张地说：陆亦婷比现代的那些流量明星
长得还要帅气，让两人才不过相处半年，夏锦墨就已经对他心动了。隔天的清晨，夏锦墨简单打扮一番，就跟着陆亦婷去厂里了。想不到来到这半年，才第一次见到背叛自己的闺蜜和良心被狗吃了的前男友，两人亲密地挽着手走过来，让夏锦墨只觉得刺目。默默，好久不见，听说你病了。先说话的是闺蜜李云晴，浅笑温柔的模样，很难想象，就是这个女人拐走原主的男朋友，还把原主骗去无人的小巷子，打算让无恶不作的坏人彻底毁掉原主。而现在再见面，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可想而知李云晴的心思有多深了。夏锦墨鄙夷地扫他们一眼，才说：“那都是传言，我现在这不是好好的。李云晴，你现在既然跟张怀年在一起，那他借我钱这事，你们到底啥时候还给我？”默默，那分明是你自己给我的钱，让我买婚房。张怀年辩解着：“你也说了，我给你钱是为了买婚房，可你现在娶了李云晴，那这钱要不你还给我，要不你把房子给我，反正我正愁没地方住呢。你是小富婆，又怎会在乎这点钱？”张怀年笑着说。夏锦墨摇摇头：“我现在已经结婚，也正是用钱的时候，你要是不还，我只能拿着欠条去找厂领导了。陆亦婷，带我去厂公办。”好。陆亦婷牵着他的手，两人正要走，就听张怀年急声说：“你不是撕掉欠条了？现在这样，不会是故意整我吧？”“我是想撕掉欠条，但转念一想，撕了多可惜，留着最起码不会让我的钱白白被花掉。”说完，夏锦墨走进了李云晴，轻声的又说：“李云晴，想要抢男人，我没意见，但我们的闺蜜情可就一刀两断了。你，默默，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那是曾经。”夏锦墨挽上陆亦婷的胳膊，最后看一眼他们，别忘了还钱，不然我会时刻盯着你们。望着他离开，李云晴猛地掐一下张怀年：“你不是说这婚房是你买的？”“是我买的，但钱是夏锦墨给的。你已经在婚房住了半年，不如我们把房子还给他。”张怀年不想丑事闹得人尽皆知，而且在他心里，李云晴并非自己想象的完美，甚至有些差劲，竟不是清纯的少女，亏得自己为她而跟夏锦墨分手，现在都有些后悔了。“那是我的婚房，你给他了，那我们住哪里？”他明显着急了。张怀年安慰地拍下他的肩膀：“回我爸妈那里，他们还留着一间房，给我们当婚房呢。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显然不是的。张怀年安抚地在他小脸亲一下：“晴晴，你爸妈要是把彩礼拿回来，或许能把钱还给他。”犹豫半天，李云晴终于示弱了：“好吧，我们搬去公婆那里。”他虽说答应了，但心里恨透了夏锦墨。既然已经不是闺蜜，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上了。午饭时，李云晴竟听到同事告诉她，夏锦墨进了医务室，现在是一名护士。就他在上学时就吃喝玩乐，连毕业都成问题，这次能进医务室，估计是陆亦婷找的后门。可不是吗？云晴，你跟夏锦墨是闺蜜，你最了解她，那她到底是不是有钱的娇娇女？女同事小声问。李云晴讥讽的一笑：“就她，如果真有钱，会偷偷嫁给陆亦婷。
女人偷摸的嫁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名声坏了。可她再不好，也嫁给了陆队长，他可是厂里最帅的男人，但比你的张老师倒是略逊一些。长得帅有什么用？还不是一个保安队长，说好听是队长，难听点就是看门狗。话才说一半，陆一婷拿着打好的饭就匆匆去医务室了。如此的殷勤，让一旁的女同事十分艳羡。这么帅气温柔的丈夫，就算是没有工作，我也心甘情愿嫁给他。更何况陆队长还是事业有成，哪个女人不爱？就你爱他好吧。李云晴懒得再吃，气鼓鼓地起身走了。在这厂里，她可是名副其实的厂花，又嫁了一个帅气的老师，好不风光无限。可现在夏锦墨来了，才不过一天，就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让李云晴心中的恨意更浓了。在医务室的休息室，陆一婷拘谨地把饭盒打开，屋里瞬间香气四溢。夏锦墨洗完手，笑着挨她坐下来：“你是特意给我打的，那自己吃过饭了吗？”“我一会儿再吃。”她腼腆的一笑。夏锦墨递给她一个勺子，笑盈盈地说：“那就一起吃吧。”“好。”吃了一半，夏锦墨故意地凑近她，两人近在咫尺，让陆一婷脸颊一红。“怎么了？”夏锦墨搭上他的肩膀，试探地问：“陆队长，现在外面多说我是靠着你的关系才进的医务室，清者自清，无需理会他们。”“我也这么想的，不过他们还说我们看起来不正常，不像正常的夫妻，太冷漠了。”陆一婷轻咳一声，她本想安慰他的，却被夏锦墨突然凑到脸前，微碰一下鼻尖，才笑着说：“陆队长，医务室的小张护士，还有车间化验室的刘姐，还有许多的女人，好像都在暗恋你。我这次过来，好像坏了他们好事。”他轻飘飘的话，让陆一婷听出了吃味，眉眼含笑地捏住他的小手：“默默，我只喜欢你，不知我如何做，你才会相信。”夏锦墨指一下脸颊，就惹得陆一婷脸颊一红，但还是乖乖地亲了一下，才低哑地说：“默默，那你喜欢我吗？”这话他在5年前就想问了，仅仅因为夏锦墨一句喜欢男人当兵，保家卫国，陆一婷就去部队当兵。更是因为他一句喜欢有事业的男人，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他总是努力拼搏，以至于才工作1年就成了保卫科的队长。不得不说，他很在意夏锦墨说过的话，并如获至宝一般，把自己打造成了他喜欢的样子。25岁的男人如此用心，也算是恋爱脑了。夏锦墨刚要回答，就看到同事们都回来了：“你赶紧吃2口，我先出去了。”望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陆一婷竟舍不得收回视线了。“夏护士，听说你和李云晴是闺蜜，但在上班的时候，咋见你们很冷漠？”小张护士八卦地问。夏锦墨眉头一挑的淡笑：“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没你们说的是闺蜜。小张护士，听说你在找对象，我同学有不少的帅哥，有机会介绍给你。”“真的？你同学都是医生，能看上我吗？”“能啊，他们其实很低调，而且你是厂里的正式员工，他们和你谈恋爱也挺知足的。”“谢谢你啊，夏护士。”小张护士一脸感激地说。才不过几句话，夏锦墨就把他完全拿捏了，从此以后就成了夏锦墨的朋友。“我还听说李云晴的丈夫还是你的前男友，
你们这关系不好，是不是因为他？小张护士又开始八卦了。夏锦墨微微蹙眉，才说他的确是我的前男友，谁还没遇到过渣男？小张护士，我听小李护士说，技术员秦勇还是你的前男友。哈哈，那都是过去的事，人家现在已经结婚，咱不好再谈论别人，你说是吧？小张明显心虚了，毕竟现在的秦勇可是厂长面前的红人，而秦勇的媳妇也是厂长的远方外甥女，这其中的关联让小张为了自保，只能避而远之。夏锦墨也是心领神会的一笑，小张护士，你长得好看，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男人。夏护士，你真好，一点不像李云晴说的是个自私自利的娇娇女。她还真不是娇娇女，因为就她父母的破房子，顶多算解决温饱了。夏锦墨的话很快就传到李云晴耳朵里，倒不是小张护士多嘴，是他们聊天的时候，门外有人经过，就把话给传出去了。某天下班的时候，李云晴堵在医务室门口，见他出来，假装亲热地说：默默，我有事找你。见他们有话要说，小张护士和小李护士相伴先走了。有话就说吧，我还着急去菜市场。李云晴见他不耐烦，硬是挤出笑地说：默默，是你说的，我只是穷丫头，配不上张怀年。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夏锦墨笑着反问。果真是你说的，我们是闺蜜，你竟这么诋毁我。说清楚了，只是曾经的闺蜜，而且你之前抢我男朋友，让他骗走我的钱，你不来我还忘了呢，你们打算啥时候还钱？这话对得李云晴急头白脸的。默默，我和怀年已经在搬家了，下周一就能把房子钥匙还给你，不过那欠条，一手交钥匙，一手给你欠条。李云晴，你还有事吗？没了，嘿嘿。夏锦墨冷笑地看他一眼。李云晴，你不是我的对手，就少在我面前晃荡。望着他离开的倩影，李云晴心里的恨意变得更深了。在厂里上班的半月后，夏锦墨正在值班，一个女人脸色惨白的被几人扶着走进医务室。你脸色这么难看？脸色泛白的赵娟有气无力地说：我胃疼，你帮我开点止疼药。张医生不在，但我可以帮你先把脉。说完，夏锦墨就把手搭在他手腕处，这么操作引来其他人的怀疑，尤其是跟着进来的李云晴，挑拨地说：夏护士，你只是一个护士，实习的就敢给人把脉，耽误病情，你负得了责任吗？你恐怕还不知道，赵杰可是车间主任的媳妇，真是聒噪。夏锦墨抬眸望向他，冷厉的眼神让李云晴胆怯地后退一步，语气也变弱。我说的是事实，你一个没毕业的医学生，做护士已经是走关系，还敢做医生的事，万一看错了。话说一半，就被夏锦墨抢先地说：赵娟，你月事多久没来了？赵娟忍着疼，想了想才说：推迟半月了，但我总是月事不准，这与胃疼有关系吗？夏护士，你到底行不行？费这么多事，不如直接给我一片止疼药。不过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她倒是疼得差些了。你怀孕了？啥？不可能，我结婚5年，一直怀不了，去大医院看过，医生说我怀孕的几率很小。赵娟一听怀孕，整个人都机灵了，
看向夏锦墨的眼神透着几分期盼。毕竟一个女人婚后5年不怀孕，承受的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她就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险些就做傻事。庆幸赵娟的丈夫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即便所有人说她的不好，她丈夫一根筋的就宠着自己媳妇，才让赵娟熬过了这5年。赵姐胃疼，你非要把脉，别不懂装懂，赶紧开止疼药吧。另一个女同事一脸瞧不上她的说，只因她的男人曾说过一嘴，夏锦墨长得好看，厂里很多男人都觉得她长得像仙女。这个女人就打心里讨厌夏锦墨了。夏锦墨不管他人的叫嚣，紧盯着赵娟，你要吃止疼药吗？我听你的。赵娟一直想要孩子，现在夏锦墨说是自己怀孕，哪怕是只有1/1000的机会，她也想试一下。赵姐，她只是一个娇娇女，根本不会看病，你别听她乱说。李云晴也不嫌事大的劝她。正在僵持不下时，陆亦婷着急走进来，这是医务室，除了病人，你们都给我出去。他是保卫队长，话说到这份上，其他闲杂人都只能先出去了。而李云晴却始终不走，就被他冷冷地瞪一眼。李云晴，你是病人吗？我是照顾赵姐的，是吧，赵姐？赵娟摇头，李云晴，你下出去吧。无奈，李云晴只能离开医务室。而这时，张医生也从外面回来，他在帮赵娟检查完后，才点头地说：“你确实怀孕了，至于胃疼，可能是喝凉水导致的。”我的确喝了一大杯凉水，张医生，我真是怀孕了。赵娟一脸兴奋地问。张医生点头，幸亏你没吃止疼药，这一次还真是多亏了夏护士，她是医学院的医生，专业知识果然够硬。有了张医生的话，赵娟竟猛地哭了，抽泣许久，才稍微缓和地望着夏锦墨。夏护士，这次真谢谢你，以后你有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倾尽所有的帮你。夏锦墨笑着摇头，你现在才刚怀孕，情绪要稳定，像刚才又哭又笑，以后可要注意。听完她的话，赵娟捣蒜般的点头，她丈夫这时也赶过来了，一脸激动地望着自己媳妇，咱真有孩子了。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她丈夫一脸宠溺地轻抚她的小脸，只要你生的孩子，我都喜欢。他们夫妻正在情意浓浓。夏锦墨和陆亦婷不想吃狗粮，就悄悄从医务室离开了。望着天空飘下的雪花，他深吸一口气，陆队长，我们走路回家吧。好。陆亦婷推着自行车，与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透过路灯看向雪花，只觉得这个气氛十分浪漫，让他嘴角笑意更浓了。这种下雪天，要是有烤栗子，那该多好。给。陆亦婷将口袋里的烤栗子递给他了，竟还冒着热气，淡淡的栗子甜香，让夏锦墨心都跟着暖了。陆队长，你还真是体贴入微。一句体贴入微，惹得陆亦婷脸颊红到脖子，轻咳一声，才说我救你的那晚，你手边就放着一包烤栗子，我猜你一定很爱吃。一提这茬，夏锦墨顿住步子，扯住他的衣角，踮起脚尖的在薄唇亲一下，才笑盈盈地说，陆队长，我都忘了你的救命之恩，你想要什么奖励？有你就足够了。他淡淡的语气
眼神却透着浓情蜜意，灼灼的眼神让夏锦墨脸颊都红到发烫了。陆队长，我脾气骄纵，又喜欢矫情，你真喜欢这样的我？原来的夏锦墨可是出名的脾气不好。陆逸婷很认真的点头，默默，人无完人，但你在我眼中却是完美的。这话让夏锦墨听得心里一阵窃喜，主动勾住他的胳膊。陆队长，我对你也是一样的感觉，只不过他竟欲言又止了。只不过什么？他停着步子，紧张地问。只不过我好像比不了你对我的用心，我怕你觉得心里委屈。陆逸婷摇头，我是男人，对你好是应该的，而且你也值得我对你好。想不到咱们陆队长竟如此的花言巧语。他紧张地扯一下他的衣角，默默，我可以对天发誓，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里话，若有虚假，他刚要发毒誓，就被夏锦墨捂住嘴。陆逸婷，你是我的丈夫，以后别乱发誓，我怕被你连累。好。陆逸婷憨笑着点头。她平常是冷漠，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人，但唯独对待夏锦墨是打心底的用心，生怕委屈了他。晚饭后，李云晴特意打扮一番，穿了新买的睡裙，温柔凑到张怀年身后，温情地说：怀年，我们厂的赵姐，她终于怀孕了。那挺好啊，你跟她关系最好，这下你们有话题聊了。张怀年在批改作业，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十分的敷衍。李云晴在他耳边轻吹口气，才娇媚的又说：怀年，我们结婚也半年多了，是不是该要个孩子？张怀年终于抬眸望向他，化着淡妆的李云晴十分的妩媚动人，让他猛咽下口水，将人儿拽进怀里，强势地亲了许久，才低声说：晴晴，我们把房子还给夏锦墨，现在住在爸妈这里，就这样住着已经很挤，怎么能再多一个孩子？而且我马上就要评职称，以后等学校分了新房子，你想要多少孩子，我都答应你。这是事实，李云晴无法反驳，只能勾住他的脖子，娇滴滴地说：怀年，那你能给我中午送顿饭吗？我们结婚这么久，你都没有去厂里找过一次。我不是每天送你上班，这还不够。晴晴，我工作很忙，真没时间跟你时刻腻在一起，别闹了好吗？张怀年已经被他聊得眼神炙热了，低头探向衣领深处，而李云晴也被他吻得心乱如麻，只能被动地迎合。很快两人就沉沦在这份爱里了。就算张怀年没有答应她，但自己老公是人民教师，公婆也是有正式工作的，就冲这些已经足够让她觉得高人一等，也就不再执拗送不送饭这种小事了。就这样，日子又风平浪静地过1个多月。厂里的技术员小高最近几天总是能偶遇夏锦墨，虽然两人没有交流，但望着他绝美的倩影，就够让他心里痒痒的了。趁着午饭的机会，技术员小高故意地坐在夏锦墨对面，和赵娟正好坐一排。他的突然出现让赵娟眉头一挑的笑笑：哟，高技术员，你通常都是独来独往，今个怎么坐这边来了？他的调侃惹得小高脸颊一烫：我是随便坐的，赵姐，你吃红烧肉吗？我多打了一份。赵娟最爱吃肉，一听有红烧肉，立马兴奋起来，低头专心地吃肉了。而这时小高才笑着说：夏护士，
你才刚来不久，有啥事都可以找我。我是说工作上的难题。行。夏锦墨觉得没必要刻意撇清，只是普通同事而已。可这一幕让李云晴看到，心里顿时有了算计。几天后，又是一个午饭的时候，夏锦墨和赵娟在吃饭，一个胖乎乎的女人就朝他们气呼呼地走来，不由分说就将一碗汤直接倒在夏锦墨的头上。这一幕让周围的同事都吓呆了。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小高的媳妇，听说是一个有仇必报的火爆脾气。你这是干嘛？赵娟一边帮着擦脸，一边低声质问。跟你没关系，闪一边去。女人还想纠缠夏锦墨，却被他抬手倒一杯水。他们俩现在谁也不比谁狼狈。你勾搭我老公，还动手打我，看我不打死你！胖女人彻底被激怒，正要上手撕扯人，竟被赶来的陆亦婷将夏锦墨护在身后，冷厉地瞪女人一眼。这是常理，有矛盾回家找自己男人，别在这闹事。陆队长，你是要偏袒这个女人了？也对，她是你媳妇，你最要紧她了。可你知道吗？她竟然勾搭我老公，也就是高技术员。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你说的是，只是你自己认为的。陆亦婷冷冷地对他。是他告诉我，我男人在厂里有相好的。女人指着李云晴，却遭来陆亦婷的皱眉。她说的没错，不过你找错人了，跟你男人相好的另有其人。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把那些人都告诉你，不止一个。女人算是听到重点了。陆亦婷点头，你要是信得过我，可以去帮办公室找我，但你要想伤害他，我第一个不饶你。你不会诓我吧？女人总觉得被绕进去了。陆亦婷微顿一下，才说，那你就去找厂长闹，看看你能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除了我，没人敢管你的事。行吧，我就信你一次。女人收起怒气，转身离开了。而一旁的李云晴也不知何时逃得无影无踪。也对，事情是他挑起来的，现在尘埃落定，李云晴自然不敢处在这里了。你没事吧？陆亦婷领着夏锦墨回自己办公室，用毛巾帮他擦去头上的污渍，满眼尽是心疼。他心里发誓，再不会让别人伤害夏锦墨了。我还好。夏锦墨释然的一笑，这就更让他心疼了，拉住他的小手，默默，我的战友在医院上班，他告诉我一个小道消息，医院正在招医生，你不如去试一试。你知道晚了，我早就让表哥给我递交材料，估计下月初就有结果。不过我若是走了，咱俩就不能一起上下班了。他微微叹口气，但晚上就能见到了，有心就不怕隔得远。陆亦婷温柔地用手抚上他的小脸，却被夏锦墨发现，他手背竟流血了。问过才知是急着来帮他，而不小心割伤手了，只不过一心在意他，所以并不觉得疼。疼吗？他柔声问。陆亦婷摇头，我是男人，这都是小伤，可我心疼。夏锦墨在伤口轻吹口气，满眼的心疼让陆亦婷嘴角上扬了。能够与心爱的女人相知相守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跟我去医务室，我帮你处理伤口。真的不用。夏锦墨紧盯着他，犹豫片刻，才说，那你跟我回家，我有东西要给你。说完，两人就请假先回家了。
到家，夏锦墨从箱子里取出一套西装，这是结婚时小姨送给她的新婚礼物，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可以送给陆亦婷了。西装，是小姨送给我们的，只可惜结婚的时候正好是夏天，所以这套西装没有派上用场。不过现在穿上它去吃晚饭正合适。到外面吃？他笑着问。对呀，结婚快1年了，我还没请你吃过饭，陆队长就不知你今晚赏脸吗？陆亦婷笑着说，荣幸之至。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开始变得更微妙了。又过2月，夏锦墨终于去了医院，跟表哥在同一个科室，两人以后也有一个照应，让他心里美美的。表哥，我来医院上班，你要不送我一台彩色电视机呗？行啊，等我发工资就给你送新房子里去。谢谢，表哥。夏锦墨笑得正得意时，一旁经过的李云晴正好看到了他们亲密的样子，转身就疾步离开了。你来干嘛？陆亦婷正在忙，就看着不请自来的李云晴，眉头一紧，对他十分的反感。李云晴也不在意，笑着坐在他对面椅子上，温柔一笑，说：陆队长，我昨天去医院做检查，不用跟我汇报。你猜我看到了谁？没兴趣知道。李云晴也不恼，笑着又说：我见到在医院上班的夏锦墨，你竟然给他找关系，让他当上医生。陆队长，你就不怕他哪天抛弃你？陆亦婷猛地瞪他一眼。李云晴，你要是挑拨离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对默默做的那些事，我已经忍很久了。人无完人，你做的那些事，我一个当保卫科队长的比谁都清楚。陆亦婷，我是在提醒你，你的老婆和一个男医生正关系亲密，你非但不感谢我，还对我威胁，这是哪门子道理？默默是靠自己能力当的医生，不允许你污蔑他。李云晴见说不通，只能气鼓鼓地摔门走了。这是没过多久，李云晴在孕检的时候又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让她更确定了夏锦墨能够当医生全是靠的关系。你怎么又来了？陆亦婷望着贸然走进来的李云晴，脸色瞬间阴沉了。你敢不敢跟我走一趟？我正在忙，没工夫陪你胡闹。李云晴，你现在都怀孕了，就该安心养胎，就当给自己孩子积福报，总是诋毁别人，对你真的好吗？李云晴不恼反笑。陆亦婷，这次是我亲眼所见，夏锦墨跟一个男人正待在屋里约会，你要是不去看看，一定会后悔的。说完，他拽着陆亦婷的衣角，却被他眼神制止了。我自己会走。他平生最讨厌女人对他拉拉扯扯，唯独夏锦墨是一个例外。院长的办公室，夏锦墨正在跟小姨夫聊天，就被猛地推开门，望着走进来的李云晴和陆亦婷，他眉头一紧：你们怎么来了？陆亦婷为难地开口：我来接你下班，我马上就好。他笑着挽上陆亦婷的胳膊，两人亲昵的一笑，让李云晴没眼看的皱眉。陆亦婷，你就是没骨气，是不是怕被甩？我跟你说吧，他就算当上医生，也是靠着裙带关系，眼前的老男人就是他的靠山。夏锦墨的小姨夫脸色一冷：你说我是他的靠山，这话不假，不过你好像弄错一件事，连他自己都承认了。陆亦婷，你不该问问清楚吗？
陆一婷反倒一脸痴痴的望着夏锦墨，默默做的事我都相信他，真是恋爱脑，花痴，给男人丢尽脸面。李云晴气得脸都白了，而夏锦墨却笑着走近他。李云晴，在以前的5年，你一直哄着我，让我当一个娇娇女，整天想着玩乐，不光把学业废了，连自己男朋友也弄丢了。幸好我后来遇到陆一婷，不然在巷子里的那个晚上，你找的接混子就会彻底毁了我。夏锦墨，你别含血喷人，不管是不是你做的，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承认，我想要整的人随时都可以整，是吧，陆队长？陆一婷笑着点头，看他眼神透着柔情，让夏锦墨脸颊一烫了。李云晴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算计了，他兴冲冲地来抓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破事已经被一封匿名信交给了厂长，同时关于他和几个男同事的事以及事实证据已经都到了张怀年的手中。李云晴这次算是真的完了。夏锦墨，你到底什么意思？他察觉到一丝恐惧了。陆一婷抢过了话，李云晴，我已经警告你一次，你要是再伤害默默，我就让你的那些事统统被公之于众。现在厂里对你的处分，以及你丈夫那里，都等着你回去面对呢。这不可能。李云晴瞬间慌了。夏锦墨的小姨夫这时也开口，我是医院的院长，但也是默默的小姨夫，而你之前见到的男医生是默默的亲表哥，所以你把一切都搞错了。你们在骗我。李云晴眼睛瞪得很大，一副不相信的神色。还是夏锦墨打破了宁静。李云晴，你还是先回家吧，再晚一步，张怀年就该将你的东西都丢出门外了。被他一提醒，李云晴匆匆骑车回家了。刚到家门，就看到公婆铁青着脸，而张怀年也没好哪去，轻咳一声，跟我进屋。两人回了屋，张怀年把几张照片丢在他身上，还有他写给男人的信也都被丢在桌上了。望着铁证如山的东西，李云晴挤出笑的，想要扯住他的胳膊，竟被嫌弃的甩开。李云晴，我跟你在一起，床上的落红是你伪造的吧？他百口莫辩。见李云晴沉默，张怀年直接气炸了，我们离婚吧。怀年，你听我解释。我不想听你辩解。李云晴，我现在都怀疑你肚里的孩子是谁的。他冷声地质问。自然是你的，我只有你一个男人，而且为跟你在一起，我爸妈陪送电视机和收音机，这难道还不够吗？张怀年眉头一挑，不屑地说，如果我娶的是夏锦墨，他都可以送我一套房子，而且就他小姨家的实力，对我的工作仕途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你亲手将这一切毁了。李云晴肆意地笑了，原来你早就算计着离婚。前不久学校传的你跟校长女儿关系密切都是真的了。李云晴，我们好聚好散吧。至于你肚里的孩子，你想生就生，但我劝你不要生下来，因为我不会承认他的存在。而你工作都可能不保，多个孩子对你只能是累赘。说完，张怀年把属于他的东西都丢在屋外了。再回来时，才嫌弃地说，明天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我希望你不要迟到。李云晴瘫坐在地上，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身体流出来，望一眼地上，已经一片血红了。
在一天之间，她不仅失去了工作，还失去了丈夫，更是失去她的孩子。人生悲苦，莫过于此了。几天后，李云晴办理完手续，刚从厂门口出来，就遇到来找陆亦婷的夏锦墨。两人四目对视，竟都沉默了。聊两句，夏锦墨提议，李云晴苦笑着点头。李云晴，你可知道，在过去的5年里，我还不算太蠢，没有全部都听你的，只知道吃喝玩乐，把学业给荒废了，最后拿到医学院的毕业证。你很聪明。夏锦墨摇头，是陆亦婷点醒我的。她在去当兵的前一天，特意来见我，告诉我不要全听你的，就算两人玩在一起，但学业不能丢，毕竟以后找工作有份像样的文凭，好过当个啃老族。我当时很不屑，但小姨他们带着我去义务救助非洲儿童，才让我终于体会到当一个医生的美好和重要性。也就是从那开始，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而不是嫁给一个好男人，做一辈子的附属品。夏锦墨，你赢了，我输得心服口服。李云晴苦涩一笑，他不仅输了，而且输得一塌糊涂。你确实输了，但我不会可怜你，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李云晴释然的一笑，夏锦墨，我很羡慕你，一直都是，我忙碌这么久，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而你却越来越幸福了，真心希望你一直幸福。撂下一句话，他落寞地离开了。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但陆亦婷所在的服装厂因为经营不善，正面临倒闭。下班回到家，陆亦婷有些落寞，见到夏锦墨回家，挤出笑地递给他一杯温水，你先喝口水，晚饭马上就好了。不着急吃饭，你坐下来，我有话跟你讲。两人挨着坐下来，夏锦墨递给他一本财经杂志。陆亦婷，如果让你去做销售，拯救服装厂，你觉得靠谱吗？我很想救厂子，但我不懂销售。话说一半，他就深深叹口气。夏锦墨安抚地朝他一笑，陆亦婷，你可以去南方走一走，逛一逛，或许有新的启发。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销售。那我试试。陆亦婷温情地在他额头吻一下，而夏锦墨也主动地攀上他脖子，凑在薄唇亲一口，才笑盈盈地说，我在家里等着你。好。说完动情的话，两人深情拥吻在一起了。结婚1年，他们的感情早已变得牢不可破，感情好到令人羡慕了。陆亦婷临走时已经是副厂长了，她向厂长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一定会让厂子扭亏为盈的。她走的第1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她走的第2个月只有零星的一点订单，根本起不到作用。第3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陆亦婷突然寄来一份大额订单，还给厂长打来电话。这批订单只是打开销路的敲门砖，如果质量过硬，款式够新颖，比这多10倍的订单也是轻而易举的，不过要高薪聘请一位设计师。厂长当时就拍板了，陆副厂长，只要你决定的事，我全力支持。半年后，一直亏损的服装厂终于扭亏为盈，而陆亦婷当初做的保证也终于实现了，不仅订单多到手软，就连南方那边也打算开分厂了，这都是他辛苦努力的成果。没有人知道他为了谈成每一笔生意拼了多少酒，
熬了多少个日夜。又是半年过去，陆逸婷在南方建的分厂终于正式运营了。因为有足够的订单，厂子一开始就热火朝天，工人也干劲十足，而他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在南方漂泊1年多，他想下锦墨了。陆厂长，有人找你。张秘书敲开门，低声说：我5分钟后有个会，还是你帮我招待吧。陆逸婷一心扑在工作上，就想厂子能稳定后，他能把这一切交出去，自己回家一趟。可是张秘书并没有放弃，而是笑着又说：他说你媳妇，你要不见，他就直接坐车回家了。我媳妇。见张秘书点头，陆逸婷终于想到了，风风火火地冲出办公室，望着站在院子里的夏锦墨，穿一个时髦的连衣裙，微风徐徐，十分的娇美动人，让他一眼就看痴了。默默，真是你。他笑着点头，陆厂长，日理万机，连见一面都是奢望啊。陆逸婷几步走到他身前，低头吻上粉唇，肆意地吻了许久，才耳廓微红地盯着他。默默，我想你了。我也想你，陆逸婷，我已经调来这边的医院，咱俩再不用两地分居了。陆逸婷眉头一皱，可我刚打好申请，调回原来的厂子，这样一来，咱俩岂不是又错过了？他满脸尽是愁容。夏锦墨笑着从包里拿出申请表，老厂长给我的，说让你安心在南方当厂长。他还说南方是个神奇的地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更适合不断的挑战，而他就帮你守好老后方。还是老厂长想得周到。陆逸婷弯腰将他抱起，迈大长腿走进家属院，终于不用相思成疾。从今天开始，他们一刻也不用分离了。陆厂长，现在还是白天。夏锦墨看着他关窗帘，一脸惊讶地说：我对你的爱和思念不分白天黑夜。默默，你难道不想我吗？不等他回答，陆逸婷轻身吻上他的唇，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全剧中，